拍马屁是这样哈，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他有的不是，我见过极限拍马屁，就是这老板大老板在榜上啊，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然后他约我去呢，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是他的宾馆大堂哈。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他马上给我发一个对不起，我健身，马上就回来，你在大堂等我会儿。我在大堂等了5分钟，他进来了。进来以后呢，穿一身运动装啊，披一大衣，一进门一看，马老师来了，然后啪肩膀一抖，那大衣后面歘就有人接上。我怎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绝对比电影精彩啊！咵一抖，啪就有人接了。要不看后头啊，我要抖，我得看哥们儿接着呗，要不然抖地上那不丢人吗？太自信了。然后呢，然后啪就跟我说话的时候，啪手这么一姿势啊，那哥们儿扒大雪茄，腾就捅这车。这是练过的。吸2口啊，跟我说话，跟我说什么呢？说完全他妈电视镜头，这彩排过呀，这得是说这个健身，中国人都是瞎健身、瞎练。我请的美国教练，吸一口，啪一伸哈，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就是他手这么一呆，那烟就被另外一个啪一敲，腾就塞上。那天把我给闹的呀，我他妈都快笑喷了，他不知道我笑什么，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他妈跟排练的一样，那个人就得全神贯注的拍着马屁。要不然这手一弄，你得知道，好，我还想吸一口，你给我拿走了，那不成，他就知道哗多了，全都会。然后一直那电梯都是专用的啊，咵大堂电梯就空着有一部呢，人全扒在那儿等着，进去上去了以后上去又喝茶干什么，所有的动作完全是就是严丝合缝有节奏的这种拍马屁，整个这过程，操，我是很服气。我回去试了试大衣，没那么容易抖。哎，你这个抖大衣是用肩膀这个劲儿，你抖不好吧，抖不下去，你瞎晃悠半天，大衣还在身上呢，你知道吗？这种就是享受，他享受这个。你说他是关心真假吗？他可能他就喜欢这个派。那对，但是如果防也不一定能防得住。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嘛，其实，在美食圈里面最大的一个腕儿就是袁枚了。对，写《随园诗单》呢，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给他老师来告别，说老师说你准备了什么东西？说我准备了100顶高帽。说这个不好吧？说现在这世道谁不爱戴个高帽呢？说得听2句好听的话，然后说有几个能像老师您呢？哎呦呵！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这他妈只剩99顶了。你说这袁枚，我在想，我说这东西真是个高智商的活儿，因为啊，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明知道你拍马屁，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才所惊艳了。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纪晓岚，说这个乾隆就对，那就更多了。我也50大寿。说纪晓岚写一对联，说是脱口而出，纪晓岚叫黄图4万里，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纵横4万里，黄图4万里啊，叫依古以来，从未有这个一朝一统4万里，然后圣寿50年啊，自前自后，哎，还有9950年，你看1万年，4万里，哇，这。就是说，你明知道他是拍，可是他水平太高了。那个这些再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就这种字对儿多了。你一个比一个牛。就是说，你在朋友圈里，咱们现在都没领导，在朋友圈里屏蔽领导吗？我们是屏蔽领导的，一般来说都是屏蔽领导。你不屏蔽领导，知道你在干嘛呀？我没有朋友圈，因为我是领导的。就没朋友圈，没人给我看。这个我是有经验的我有一次也是遇到了一个还很严厉的领导，他问我说：“哎呀，我们俩加个微信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都说你朋友圈特别好玩。”我说：“好，我待会儿等一下，马上就去你办公室。我现在先上个洗手间。”我就用另外一个手机注册了一个真的朋友圈。利用撒尿的空，对，然后
1年多的时间，那个朋友圈上就他一个人。你单为他一个人广播一些是东西。但是现在这个都两个朋友圈都用上了，因为我一个朋友圈已经满了，就不够了。所以你看出来没有？他就是深通这个。那看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发节目预告。哦，显得工作很勤奋是吗？对，所以小青老师现在可以回答很多这个年轻网友的问题。比方说，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就问，怎么能让领导对我有好印象？或者说的再难听点，就是说，今天的小孩是不是不太会拍马屁？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地方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公司，可能就会好一点，大家的关系就可能要淡一些。对，你注意他刚才说的一个吧，那天我们聊这个，就说拍马屁，我要说啊。我说这东西啊，其实是属于一种落后的东西，就是属于低效社会的东西。你知道，我现在你像跟一些互联网企业打交道，我就发现呢，他这种拍马屁的这种文化呀，行不通了。因为啊，都是绩效管理，就是这经理说我下个月我必须达到多少业绩，你的这个绩效把你逼的，你连拍马屁的空都没有，你完不成就末位淘汰了。对啊，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引起领导的注意？第二个才是拍马屁，拍马屁不一定能引起领导的注意，引起领导注意是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教教我，就是你承担你可能承担不起的责任，比如这个事儿很难，谁去？你敢第一个站起来，领导一定对你有印象，对不对？我们工作当中第一个站起来，第一个折了。折不怕，你努力了，而且你折的有道理是可以的。碰钉子怕什么呀？我儿子出国的时候，我告诉他，人生你一个人走出国，没有人陪着你，你唯一一条就是你脸皮得厚，你不脸皮厚，你就是等死了，对不对？你撑死了是不成啊！你让人家挖苦两气，人关门不理你，你再出来呗，他也没把你关屋里，不让你走，对不对？所以方舟，你求人脸皮薄吗？我其实就是他脸皮不薄，我脸皮厚的很，特别厚。他脸皮不薄。对，你怎么知道他脸皮薄？他采访过我。你就采访你就发现他不要脸呢？那不是，不是，他是这样。你像我们这种人呢，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跟人，就什么人我都能打交道。没错，你才是阿庆，你就是阿庆，所以碰见阿庆走。对，这个，但是你要在今天社会中后，你比如我现在我从来不求人，我现在不求人。但我没有这个交换条件的时候，我必须求人。我有交换条件，我倒反而不能求人，就很难张这个嘴，因为我有交换条件。明白吧？我求你就很难吗？你现在资源，咱们是这个，对，是这意思。如果我没有，我如果什么都没有，我上来就说，比如我跟你认识，我就说文涛老师，我有什么什么，也许你那天一高兴，也许那天正好你插一空，你说行，我帮你这忙了，因为背不住，对不对？我采访过马老师，但我脸皮厚主要体现在不怕尴尬，就是我记得我当时那同一个系列还采访杨丽萍老师，舞蹈家。对，然后我就问他什么问题吧，就比如说这个你的怎么经营的，你的舞团，他就说，是这个都是自然交给我的，大地。水和空气，就是我就没法接，但是我也不怕尴尬，我就漫长的沉默，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脸皮厚，但我其实确实觉得我一直从小到大特别害怕陷入到求人的这个境地里，所以我就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我就是之前聊到那个什么基因嘛，我后来发现这个可能跟那个基因也有关系。我姥姥就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她害怕这个拖累人，然后就吞农药自杀了。她就是害怕连累别人，或者害怕给别人造成负担。我觉得我也是，所以特别避免求人，但是脸皮厚。你刚才说的求人是两个前置哈，一个前置是为自己求人，一个前置是为其他求人。对，为其他跟为自己完全是两回事。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儿去求人，那是工作的事儿啊。你又想让领导注意你，那我告诉你，绝对比拍马屁强。我从来没拍过领导马屁，但领导对我特好，因为你犯不着拍，真的不。结果最后领导拍你马屁是吗？领导得有事求你，就是拍我马屁。怎么说？你比如说啊，我在出版社那个年月哈，80年代30多年前，全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出差是坐飞机的，剩下人都是坐火车，本人出差坐飞机。
那引起众怒。那时候觉得坐飞机是个不得了的待遇哈。但我这飞机不白坐，你给单位挣钱呢。对呀，对，领导就是说你把钱拿了，你坐火箭都可以，哎，对，对不对？领导是看这个效益的。你们单位管理不严。哎，小青，你有经验，我感觉你很受领导赏识啊。对，他有作品呢，《舌尖上的中国》。我是比较乖，我是比较乖。你这个你不能给人一个错误的信号。你乖在领导面前没有用的，你一定是能干。但是你知道，就是好比就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人，我曾经就是说，我后来认识到，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就是比如说，我老是跟人说，我说这主要是你个人的能力，你工作做出成绩来，这是第一位的。现在这个单位领导也不是傻子，你送礼也不好使了，你能干出活来才行啊。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说，哎，文涛老师，你想不到，你说你干这个活实际上是你身边有这个制片人，你知道这个制片人他要跟多少个部门打交道，他要跟广告商、跟技术部门、跟方方面面。他说：“你以为这些不讲情商吗？你能做成任何一个事儿，他要是平常处不好这个关系，任何一个角落伸出一只手来就能把你捏死。就是所以你这里边看不到有些啊，我就发现有些天生善于协调的人，我觉得。”很佩服这种人，就是好家伙，就是他方方面面呢，就是这个就是会处得特别好。但是在团队里边，可能肯定是两种人都需要，也需要这种高情商的，也需要特别低情商但是有创造力的。你属于哪种？我是属于比那个情商二者兼有，二者兼有，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创造力。不是你有一绝招啊，你给领导安排一顿吃的，这个还真没有，这个还真没有。我的领导到退休了说，哎，我有句话我跟你没有说过啊，我当你这么长时间领导，你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地方，从来没带过我。我在任上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我说行，我给你安排一顿，保证让你吃的特别开心的。结果发现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吃，就是因为领导拒腐蚀永不沾啊，不是，因为人跟人的口味的差异其实是蛮大的。哎，我问你方舟，咱不说对领导，有的时候感觉跟领导拍马屁搞好关系啊，这好像有功利的这个色彩。哎，你觉得这个讨好人开心吗？开心。我有2个，就是不能算绝招吧，就是就是新手也可以学的入门级的讨好，我觉得还挺有用的。一个是因为我之前在日本嘛，就跟日本人学的，对方说什么，你其实也不觉得有怎么样，但是就。然后就陷入表示感兴趣，然后就陷入了沉思，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部分人深有体会的感觉，大部分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又怕说错了，你就表示在思考。还有一个我觉得挺管用的，就是这是智商不高的人的好情商。还有一个我觉得无论跟谁说，对方都觉得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特别管用。这个就是要配合表情啊，就是对，举例说明怎么能让别人觉得你懂。就是只要说这句话，我觉得对方肯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但要配合表情，就是说。就说这个世界上说自己孤独的人很多，但是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孤独吧。是，对，杀伤力太大了。所有人都觉得，哎呀，就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就这个，我觉得就是零基础。这个是星象学和算命的干的事儿。对你看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我从拍马屁出身，对吧？就是说。好像呢，我觉得拍马屁啊，它是一种修行，不是什么到最后拍马屁出身，我这您听我说，我这话说的有点快，就是说，早年间我啊是个脸特别冷的人，就是面瘫一样，就见面对人呢就没有笑容，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好像看表面不好接近，我觉得这个挺不好，对吧？当然有时候求人点事儿，求人的时候反倒不会拍。就说不出来，但是呢，我倒是后来发现呢，你看我交往的朋友啊，
往往都是像马爷这样就岁数大一些的人。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我这个老哥哥讲哈，我说怎么咱们这帮人在一块儿都他妈互相吹捧啊？哎，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我们都岁数大了，就成熟了，大家，所以呢就是互相间讲的都是好话。哎，我觉得我一开头可能有点违心，觉得见人面啊，就是得人家好。但是你知道，当你在拍别人的时候，这个外在的行为也在慢慢改变你的习惯。这是人类的天性。你最后熟极而流了之后啊，我就说，哎，你真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眼里非常敏感，一见这个人就看到别人的好。哎，小青最近瘦了，甚至我看不到小青的不好。这是菩萨的境界，要么就是现在对我来说像条件反射一样，一见一个人，你让我挑他缺点，我反而得想一想。但是呢，先是看到别人好，只见到别人的好，哎，实现了内在的退化。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心态还是比较老，我太年轻了。你见知道我们那个圈子是以相互这个挖苦为主，对，包括刚见面的朋友，经常的有来吃顿饭，说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跟你们吃饭，半道走了，都这种情况都有。就是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说哟。你金牛座呀，好啊，贪财好色不要脸。哎呀，你是双鱼啊，哎呀，双鱼好，双鱼人渣星座嘛，人渣里的战斗渣嘛，就是别的星座是以德服人，你们是以缺德服人的。白羊座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对，哎呀，白羊座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生个羊蝎子，就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朋友。还是年轻人。不是，这是另一路，是吗？这是另一路。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夸人能夸趴下的那路。对，不是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你再怎么说忠言逆耳，谁听逆耳的都不是很舒服，除非特别理智的人。那时候我们，因为作家都是这样啊，因为我那时候当编辑接触都是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大部分作家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对吧？哎，这正常，这正常吧？但太不正常了，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就互相恭维，挖坑。我原来说过呀，刘震云最会挖坑，挖王朔的坑。王老师，小说写的非常的不错。王朔说不行，写不好，啊，过去了。每天吃中饭，那都因为吃饭都在那时候做笔会嘛，都在那个食堂里吃。那时候食堂也没说像现在都是摆上席，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得好。王老师说真的写得不好。第三天还是这样话，王老师，我是真心的话，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他先说。小刘觉得你写的真好，这也太虚伪了。那是他后来学的，把自己名字说出来啊。然后王朔第三天就说：“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我在桌子上呢，刘震云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对我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3天。”王朔就扛住第3天，对吧？让人恭维的。那这个朋友之间开玩笑了，但这种恭维呢，有一阵很恶俗，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就是互相之间称老师。对呀，现在不就是这样吗？现在谁见谁都是老师，我现在特别不习惯。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说这是什么老师那个，他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化，就越来越恶俗。我特别不习惯，人家随便叫我什么我都不在意，叫我老师就老师，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这样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叫老师干嘛？老师一定是我要教给你什么，有人没法教给你东西。不是您说这个啊，就是说，就说拍马屁，我那天发现这拍马屁这个词儿，从哪来的？那天我研究了一下，从这个元朝，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然后呢，就说这个蒙古族人当时就划分嘛，他蒙古人是第1等的人，这北方汉人才算第3等，南方汉人就到第4等了，所以呢就要讨好蒙古人。
那蒙古人之间呢，他们是马上民族，蒙古人之间表达互相尊重的有个方式，就是互相拍拍对方的马屁股，哎，就表示尊敬。或者说呢，蒙古人有这习惯，见着你骑着马就拍着马屁股，夸夸你的马，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然后呢，就为奴的这个汉人，他想讨好蒙古人，哎，就到处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是马是驴啊，就啪啪啪就拍。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儿啊，是从这么来的。哎，我就从这个词源这儿讲呢，它其实跟某种人格上的这种自低和这种奴才相有点关系。为什么啊？外国人的社交也很讲究互相赞美，但是呢，我老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那个互相赞美是梗着脖子的。这是感觉是气宇轩昂的，哎，小青，礼貌的，也很有风度。为什么我自己老觉着，你看我这个脊椎骨我老觉着，你看我头就往前，我老觉着，你看侧面，我就发现我脊梁骨早就弯了。你看是多少年？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我自己这么理解。这个真的是动物的天性，对，都动物了对，谁威严，谁有权利，那他就会。它是个本能，这个有一个例证是这个人类学家发现的，就是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还是不是亲生的孩子，包括收养的孩子，他会慢慢的长得像这家的男主人。这是进化来的，就是他会努力的，这是在动物界从前，你如果是你是一个斑点狗。你在我们家突然，我们家是一个这个，比如说黄狗，那你就会受排斥，它就会努力的往黄狗的方向去长，它不会被咬死。就是这个是长期的人类的进化。是，而且你就他讲这个，你要注意到人的这个内化。就我刚才说的，你别以为拍马屁是虚伪的，拍马屁也变化了你的内心。我也见过，就是这个领导写字儿，然后写毛笔字儿写的特别差，那毛笔还把纸给戳破了，然后秘书说：“哇，太好了，力透纸背。”完全是下意识的，他不是思索了，他就完全下意识，而且真的觉得好，就是对，是他是真的了。你像你会不会李莲英？我是相信他对自己他会有感情。那当然，那当然，是吧？他那个事无巨细的那种伺候，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它是主仆关系，这是主仆关系。而且按照旧文化当中呢，它有一套完整的奴仆文化，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丢失的，没有。中国第一，没有种姓制度吧？不像印度，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得多，它本身就分4层。咱是摊大饼，永远是1层城市也是1层。说北京城市交通就是摊大饼，1环、2环、3环、4环的就套着，所以非常难治理。中国人的这种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在社会层面中低下来，大家都有一个态度，他们还基本上没有，我们都有，叫当家做主人。我生下来就告诉我当家做主人，突然又没有技巧，没有所以不会，我真的是不会拍马屁，没有拍过。而且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说那肉麻的话，我觉得那都不是人说的话，他怎么能说呀？他就能说，而且呢，那些官员就能欣然接受。我说的都是挺大的官，但是现在都被处理了，咱们这个对吧？那别人就这么说话，我觉得这话太虚伪了。我认为这种拍马屁的话很虚伪，但他们不会觉得虚伪，对，很习惯。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等级制度，其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它也导致了过去的，比方说餐厅，最简单的就是餐厅，那餐厅过去的这个跑堂的对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对，您是来给我送钱的，对，就是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但是，解放以后，这个关系就没了，就是当家做主了。所以呢，才会有就是北京80年代还有餐厅贴着“绝不无故殴打顾客”。对，有这事儿，有这事儿，就是这就让这个行业就很难生存下去。但是呢，到了现在，就是这个又开始就是城乡的差别，从农村来招来服务员。
他拿了一个薪水到这儿，他知道做什么，做各种各样的培训，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还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比如说我去过一家山东的馆子，那里边他就给我只去吃过1次饭，他就给我发个短信，我是你的专属服务员，你下次来再订餐什么的就找我就行了。哎呀，后来发现这女孩就特别热情，漂亮吗？也挺漂亮的。是哪种？是喊你哥的那种亲密式的是吧？哥，你在这个什么，今天什么最新鲜？什么？咱家今天买了什么？对，这个北方人不见卖啊。但是呢，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这饭馆了，就不管我带女同事也好，这个带女朋友也好，带侄女也好，只要去就喊嫂子了。对，嫂子他都会说。这位不是嫂子吧？他没记性，他只有一个那个服务，他把你今天是哪个嫂子？过去解放前哈，这个就是餐饮业其实是晚清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达的，在这个大都会里，北京，它门口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叫撂高的，它实际上是叫撩高，就撩看远处瞭望，撩高，一看，窦老板来了，就远远的就看见你了。他问题是这个撩高的，他不是巧舌如簧，他也不是这个情商有多高，情商肯定要高哈。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叫记忆力，你只要来过1次，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因为什么原因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来说窦老板，孙子快过满月了吧？你上次是为这事儿来的。满月我给你办席，招呼一声就得，他都会有，他不会说您领一新女朋友说哟。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啊，他肯定不能这么说话。他特别会说话，而且那个话一定是恰如其分的，达到那个标准，比你低半格。他不给你低好几格，你难过。他低半格，你是主人，他是仆人。这撩高的过去挣钱特别多，有记忆力，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因为他记性好。那很多人说。其实人家龚总就去3回，说那餐厅我熟啊，我老去吃饭。其实那过去在餐厅吃饭是不得了的事儿，是吧？带着客人一去，你看，窦老板来了，又来了，这你听着就高兴嘛。别人说我操，呀老去那儿吃饭，有钱呐。他给你所有的语言的位置都特别好，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情商。这就是高级马屁，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看出来就不叫马屁。我觉得跟年纪也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好像不太。这就独生子女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高级拍马屁啊，还真的是说用到今天社会上讲啊，他们有时候说他也是正能量的，就说明你心里有别人，而且真的他们就说这个蠢啊，在哪儿都没戏，聪明就是一个，我曾经见过我们那儿一个经理啊，我们去跟那个石家庄市政府的吃饭，我觉得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真是特异功能，就是这样的人呢，没有理由不受欢迎的。多么一个长桌，双方会谈，一个长桌啊，然后呢递名片，夸递名片，然后对方那个市领导讲话，然后到我方讲话，他这一站起来就说：“尊敬的某某某市长，某某某书记，某某某什么，几十个名字啊，这种人我也见过，说炸了现场，哗给他热烈鼓掌，就等于这看这名片。”这咱们就所以这东西真是得智商过目不忘，见的这个人就不会忘。你知道拍马屁是这样哈，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他有的不是，我见过极限拍马屁，就是这老板大老板在榜上啊，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然后他约我去呢，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是他的宾馆大堂哈。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他马上给我发一个，对不起，我健身，马上就回来。你在大堂等我会儿。我在大堂等了5分钟，他进来了。进来以后呢，穿一身运动装啊，披一大衣，一进门一看，马老师来了，然后啪肩膀一抖，那大衣后面歘就有人接上。我怎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绝对比电影精彩啊！咵一抖，啪就有人接了。要不看后头啊？我要抖，我得看哥们儿接着呗，要不然抖地上那不丢人吗？太自信了。然后呢，然后啪就跟我说话的时候，啪手这么一姿势啊，那哥们儿扒大雪茄，腾就捅这阵。练过的。
吸两口啊，跟我说话，跟我说什么呢？说哎，完全的嘛电视镜头，这彩排过呀，这是说这个健身，中国人都是瞎健身、瞎练，我请的美国教练，吸一口，啪一伸哈。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就是他手这么一呆，那烟就被另外一个啪啪啪啪一敲，腾就塞上了。那天把我给闹的呀，我他妈都快笑喷了，他不知道我笑什么，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他妈跟排练的一样，那个人就得全神贯注的拍着马屁。要不然这手一弄，你得知道，好，我还想吸一口，你给我拿走了，那不成，他就知道哗哗哗多了，全都会。然后一直那电梯都是专用的啊，夸大堂电梯就空着有一部呢，人全扒在那儿等着。你进去上去了以后上去又喝茶干什么？所有的动作完全是就是严丝合缝有节奏的这种拍马屁，整个这过程，操，我是很服气。我回去试了试大衣，没那么容易。哎，你这个抖大衣是用肩膀这个劲儿，你抖不好吧？抖不下去，你瞎晃悠半天，大衣还在身上呢，你知道吗？这种就是享受，他享受这个。你说他是关心真假吗？他可能他就喜欢这个派。那对，但是如果防也不一定能防得住。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嘛，其实，在美食圈里面最大的一个腕儿就是袁枚了。对，写《随园诗单》呢，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给他老师来告别，老师说你准备了什么东西？说我准备了100顶高帽。说这个不好吧？说现在这世道谁不爱戴个高帽呢？说得听2句好听的话。然后说有几个能像老师您呢？哎呦呵！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这他妈只剩99顶了。你说这袁枚，我在想，我说这东西真是个高智商的活儿，因为啊，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明知道你拍马屁，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才所惊艳了。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纪晓岚，说这个乾隆就对，那就更多了。我也50大寿。说纪晓岚写一对联，说是脱口而出。纪晓岚叫“黄土4万里”，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纵横4万里，黄土4万里啊，叫依古以来，从未有这个一朝一统4万里。然后圣寿50年啊，自前自后，哎，还有9950年。你看1万年，4万里，哇，这。就是说，你明知道他是拍，可是呀，水平太高了。那个，这些再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就这种字对多了，一个比一个牛。哎，但是拍到恰到好处。马爷，你刚才说的这也是一问题。我怎么觉得就是说，不是我可能也吹牛啊。我老觉得别人要是夸我呀，我害臊。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要一起吃饭，别人要提到说，哎，我经常看这个节目，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但是有些人很享受，怎么我好像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属于受不起似的。不是，那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节目。你说好容易在一块儿，你谈我那个，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你心里很清楚，哪次谈话好，哪次不好，人家跟你说这个，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这还不属于拍马屁，这属于一个话题。没有，就是我要不然我跟你窦文涛，我好容易坐在一块儿，我怎么说？哎，我平时隔着那屏幕看见的，哎呀，这个我谈一个什么什么话题，是吧？就千万别错了，你这说不错，为什么呢？你的节目比较独特，你这个人呢，这个也独特，所以说不错。有的演员是说错的，说了半天，最后说的是另外一演员，你知道吗？就这个，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有时候那女演员说：“马老师，你还记得我呢吗？”我说：“记得呀。”说：“你真记得？”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对，这个你要一瞎说，肯定就错了，就好人当不成了。脸盲症肯定是拍马屁的这个大忌。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颁奖，跟那个焦晃老师，然后我这个在台上直播，我说特别喜欢你演的那个雍正。那不是他演的？哎，他演的是什么呀？我又忘了。他演的是康熙吧？哦，对，他演的，他说我演的是康熙，就特别尴尬。我也经常遇到人说，哎，这个方舟老师又能打假又能写作，真不错。不是说
方舟子呢，是吧？又能打假又能写作。我跟你说，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仨。你看最近朋友圈发那个张学友演唱会那个吗？张学友演唱会不知道在哪儿，张学友在这扭的，你听旁边那观众刘德华，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是在上海听说的，就那个吴大维。吴大维在上海不是开酒吧嘛，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她一进那个酒吧门，小女孩她就上去，吴孟达。对，这经常的。所以对演员来说，你不是真熟的时候，尽量就说哎呀不错什么，就别说直呼其名，也别跟他谈作品，非常容易出错，容易拍到马。那个黄渤自个儿就讲嘛，人家说哎呀我这说了半天，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认为他是王宝强，他被迫就签上王宝强。这个非常容易出错，这是真事儿，是吧？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然后说：“鲁豫老师，我太喜欢这个节目了。”然后柴老师给人签了个鲁豫。我有一次跟那个就在飞机上，正好跟姜昆老师。正好坐我们俩挺有缘，坐一块儿聊了一路，结果都后来看了一个人，先跟我打招呼，这倒没认错。哎，窦老师，我今天看你的三人行。哎，马季老师你也来了。哎，姜昆很幽默是吧？啊，马季老师经常坐飞机的。所以啊，这个还是这个拍马屁的这个艺术，真是需要都不是首先要真诚的拍马屁。所以孤独这个我就是还是我这孤独特别好，是因为你说孤独，所有人都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格比较高，这个不会错的。但我也确实挺讨厌人给我拍马屁，我连新书发布会我都不愿意找嘉宾，我每次都觉得像追悼会一样。我以为你嫌弃我呢。对，大家一通夸，不觉得特别像这遗体告别吗？所以我连找这个嘉宾来夸我都不愿意。所以说到底，拍马屁。最后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是吧？来，咱们互拍一把。你那节目真的是好。哎，您那纪录片呢？我一直珍藏好几版。你是真孤独。对，真孤独，真孤独。你最孤独，你最孤独，全家都孤独。我要跟我爸爸在苏州一个名店里吃一顿饭，德月楼。对，这个你都看到了。为什么呢？实际是带有一种遗憾的弥补吧。什么遗憾呢？遗憾就是我没跟我爸爸在一个苏州的德月楼吃饭嘛，没有吃过饭，因为他喜欢苏州菜嘛，因为他在苏州也上过中学啊。但是我之后我也没有说跟他父子两个人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到家乡哪个地方去吃个饭。你看，他多次提到这个父亲，而且那前2年他送我一本书，是吧？叫《回望》，我一看，哎，我发现他真是个这个一肚子故事，而且他本身呢，就是这么一个有故事的人。就他的父亲呢，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在上海，而且是就是潘汉年那条线上的，还突然一下子就被日本人逮捕了。逮捕了之后受到严刑逼供，还有口供记录留下来，然后还判了7年。7年，最后什么被组织营救啊？还是对？你说他是被谁判了7年？被日本人判了7年？被那个东京，他是当时苏联的一个国际上最有名的一个叫佐尔格。对，佐尔格的案件在东京警视厅被破获，他的脉络已经延伸到那个日本的这个内阁政府的这一条。简单的说，就佐尔格他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女佣，他有几件东西经过怎么突然被警视厅发现说佐尔格是个间谍，他是德国人，但是他是苏联共产党员。西方间谍他都是像一个生死状一样，就出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佐尔格后来出了事，苏联政府也就是斯大林得到的这个情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的情报是佐尔格这条线传递过去的。对。也有说是从我们上海方面通过他传，从你爸那传过去的。不是我爸，就是说从他的系统。实际我爸和佐尔格是没关系的，就是他们分的都很清楚的，但是他枝蔓牵连到他佐尔格进去之后，就等于说把整个最后都供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佐尔格的案子啊，是因为什么呢？是日本共产党的规矩。
就是说你只要被捕之后24小时，你就可以招供。哦，因为他说呢，他是比较人性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日本的刑法都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些日文名字，就是说你肯定受不了的。但是日本人又是很精细的管理，所以他在你咬紧牙关24小时，这批人全部撤掉了，你再招供他们也抓不住，就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这套规定拿到上海来的话，日本人以为你们上海人我24小时我招供了，你们肯定都撤了。没想到上海这帮人根本就还没像日本这种方式及时通知你，那么中间就出差错了。哎，像佐尔格，像什么这几个人，他里面提到这几个人最后全部招供的，就是整个破获就是从东京警视厅到上海。我爸是因为什么呢？按理说过去都单线联系嘛，单线联系的组织上就，比如说，把我和徐老师2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我呢，我和他都知道我们都是地下身份，但是我们是单线联系。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他实际他是满铁株式会社。因为当时佐尔格事情没出现的时候，很多日本共产党都进入了日军驻华的作为情报人员，结果佐尔格事情一出，大批日本共产党全抓起来，就引起他们重视。那么这个陈和生这个人呢，按理来说不应该把这两个人住在一个地方，完全可以住2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住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那么佐尔格这条线是通过他破获之后，发现里面2个人一起抓进去，2个人分头抓的嘛。那么这个陈和生当时就是不像我爸爸进了这个警车就把他压在这个车下面，他是一个敞篷车，然后车到四川路桥那个地方呢，这个人就跳桥就摔成重伤以后，关到里边。日本人把这2个人让他来对口供，就对不上了，就这个对我爸爸是有好处。我爸爸就说我是他表弟啊，我从金华过来，就咬准自己就是金华过来。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啊，过了几天摔成重伤了吗？摔成重伤，据说最后又在病房里面又跳楼死掉了。这个人、跳了2次，跳2次，所以说这个人一直到80年代才追认他为烈士啊，所以我写这本书呢，就是倒不是说我要为什么写，我也是一个职业敏感，是我爸爸过世以后呢，就是这个遗物里面有一大堆这个明信片，是他和80年代和一个30年代这个行里面的一个老朋友，2个人通信，都7老80岁了。没事做，而且都放开了，不像过去双方都不能有联系的。那么我就看了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当天晚上日本宪兵抓他的这一段，就像电影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写成。他自己记下来了。他写就告诉这个老朋友，就彻底的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他没有跟你讲过吗？你小时候没有讲。他干这个职业。自己也挺那个，因为后头就有各种调查，各种那个灾难嘛。反正他们的规矩也就是自己的事情是不能说的，所以说他从来不说。后来这个信件是为什么呢？因为对面那个马先生呢，对面马先生啊，真的他叫马西仁，是那个南京的一个老先生。比我爸爸还岁数大，他们通了几年信以后，马先生就过世了。马先生过世了呢，他们家属就把一大堆信寄回给我爸爸，意思说马先生过世，这就还给你。那我爸爸呢也不愿意看了，就锁在柜子里面。然后我爸爸也过世了。过世以后，我有一天等我爸爸过世以后，我在整理他东西，一看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那种现场感。他就说。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很不好，我就看着静安公园，现在叫静安公园，它在静安公园的那个北面，
那个小区里面，到他朋友家里，在阳台上看静安公园，就外国坟山，里面都是白生生的墓碑。他说这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就觉得不开心，觉得不愉快。然后12点，他说走回永嘉路，他们住的房子。住的房子呢，2楼是一个产科医生的诊所，他是3楼。刚刚上床睡到床上，就听到楼下拼命敲门后门。他说我心里还以为是有人生孩子了，有人来通知医生。然后前门又敲门，然后不对了，就是全部是日本宪兵上来，一见到你，就是大力的打耳光。就日本人当时就喜欢打耳光嘛，然后立马就压起来，就当天就审问。他不问别的，就问你们俩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编造。我爸爸这个人也是挺厉害的，就是他死命的记忆力也挺惊人。看出从儿子就看出小说家了。编造一套他的履历，就是说，他说可惜最后就是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东京警视厅方面还有几个可能是汉奸翻译官，没有一个人只要一试说你讲京华话给我听，他肯定就穿帮，但是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所以说这句话方言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你能讲京华话不可能讲，为什么要选择金华呢？金华这个地方就等于说日本人和国民党中间一个中间地带还是什么，然后他又是在上海一个汪精卫政府的一个杂志里面做，因为他当时一直没有招供，他说我是在一个汪伪的杂志里边做编辑。那么比如大东亚工农圈你是什么解题，他都会说，日本人问他什么叫大东亚工农圈，什么叫这个，他就完全是以一个汪伪杂志的一个编辑来对日本人提问这个回答。那么最后呢，等于说问他说你将来出狱以后你准备怎么办。那么我父亲就说，一个他说他去做生意，第二个他说我还是为这个杂志做工作。那么这个是什么杂志呢？就是大东亚工农圈的这个杂志。那么按理来说你这个口供就是说是没有暴露上级领导，没有任何维护了你的身份，对呀，应该是没问题。对呀，当时有很多人抓进去了，你出来的时候你要签一张纸，就是说我以后不参加政治运动了，我也不是什么什么党员，对吧？我只是普通的学生。那你这样能签一个字能够跑掉，这个是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才达到的成果嘛。那个的此一时彼一时，你在最困难的工作的情况下面，你说像解放上海啊，它是完全这个地下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就可以不会有1分钟停电停水，广播电台照样正常的各种市场正常的情况下改朝换代。哎呦，那等于都控制了这个城市了。完全这个地下工作做到这种份上很少见的。你父亲说是给打的下肢瘫痪嘛，他就是那个是把人抬到这个地方让他宣判的嘛。就是打就刑讯，就是刑讯嘛。哪一年？这是1941年嘛，41年。然后他生命力也很顽强嘛，然后就送到南市看守南市监狱，然后又从南市监狱押到那个杭州监狱，然后杭州监狱里边就是汪精卫的管理的监狱，就一塌糊涂，就里面就像个菜市场一样，然后你只要没钱你就饿死，就犯人你没钱就饿死。所以我《繁花》里面写了一段，就是看见有一个人就是貂皮大衣啊，一个大款啊，大摇大摆进来的，结果没饭吃，吃饭的时候没饭，那么脱一件衣服，这个监狱外面就是各种食物摆摊，这个都有的卖吃的小贩儿，然后你给他一个，他给你吃一颗饭或者炒个菜给你吃，那么天天这样来，到最后说到天最冷的时候，他就一套单衣在里面冻死了，因为这种监狱最主要是要社会朋友接济你，全靠你单靠自己肯定死的，全靠犯人自己掏钱买饭。
他每天给你吃的象征意义，因为中国这些汪精卫系统的呢，他就明目张胆的克扣那个囚粮嘛，对对对，他就是等于给你吃个米汤一样的东西。那你必须，所以我父亲在里边的大量的信啊，我以为是什么革命誓言什么，不是，就是我给我再寄一点东西来，我已经没东西吃了，就是朋友就是根据这个信就送东西给他。还说他还被关到那个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个原型不是叫李白吗？李白就那个说他父亲关在跟李白的一起的一个。他说的这个不是就是那个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个是南市看守所、南市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反而是好，啊，条件好一些，比那个当时的汪精卫监狱要好。啊，所以这个书里面都有的，问他一对一答，听上去像麦家的小说了。这个王家卫拍了《繁花》啊，这个感觉李安可以拍，是吧？这个地下，而且你看，文学真的它就是这种质感啊，提供生活的质感。我党的情报工作者，你看他提供他父亲的这个亲笔的记述，就等于被捕前，他有一种特别的预感。《繁花》里的描写是我记得是这样，他也有一个老革命，一个是女的吧，好像对啊，他跟他父亲有关的，然后他去拜访他，对，他什么故事都没写，就说他进到这个房子有点破啊，桌上什么饼干啦，什么蛋糕啦都破的，纸盒啦，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啊，就是一桌堆的是所有的生活用品，乱七八糟。并列在一起，用它来写这个人几十年就是这个很苦的生活，活到老年，一点形容词也没有，全部是堆砌。《繁花》这一段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写《繁花》这本书写到第300多页的时候，写了这个老太太。那天我写完以后，我就在屋子里面绕圈子，啊，因为这个是《繁花》里面最有分量的一块，就是写一个女人，就是一辈子丈夫死了。然后她做梦都想，就是和她丈夫再重逢，因为他们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1945年上海日本人投降，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她的领导，都地下党的他们3个人，2个女的加一个男的，他们就是狂欢嘛。那天晚上进入那种，因为上海西区有很多汉奸的房子，都人去楼空。他们进入一个房子里面都有洋酒啊、地毯啊，就几个人开心的不得了。因为然后等49年之后，种种原因，她丈夫就过世以后，她就一直希望，就是说她死了以后还能在阴间里面还能有这么3个人，这么一次像过节那种。那么这个里边就阿宝去看这个老太太，就告诉她说，实际上。他所说的那个，其中有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死，啊，那么这个老太太就崩溃了，就是说最后是崩溃了。她说我已经想了好多年，我死了以后，我们3个人可以在阴间里，怎么其中有一个人没死呢？啊，就觉得不平衡了，就这是一个真事情。哎，真的事情你发现没有？往往这个峰回路转啊，比编的要奇妙得多。富有这个多义性。我刚听金老师讲到写到那一段之后，什么绕圈子，我就觉得这个小说成了，就那天，因为现在这个小说，现在一般人家看了都说这里头都是嘎拼头啊什么什么的，我就知道他没看到第300多页，因为他这个在太后面了，这个才是他灵魂性的一块。我作为创作者哈，我听得最动容是说。当你写到某些情况、某些段落啊，你会有共情啊，然后情绪激动。像我正在写我第3个长篇小说哈，写完第一大部分7万字哈的时候，最后先剧透一下，女主会死了。我一路上来写到女主经历种种的苦难，你知道吗？到最后好不容易很好了，有家庭有小孩，后来因为某些事情死掉，那一部分结束了，我也是整个人站起来，根本无法坐着，就也是绕圈子。然后呢，我晚上还跑去一个山头，在我家附近的山头哈，因为那个小说里面也写到那个山，
那个女主谈恋爱的时候，跟她男朋友，后来她的丈夫上山去往下面香港深水埗区那边看我就走上去了，站在那边半个钟头，然后好像感觉非常亏欠我的女主叫阿凤，凤凰的凤。跟着那个凤尾，龙头凤尾来的阿凤，我还觉得好像太残酷了，把她写死了。哇，你这个有点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写到后来痛哭流涕啊，几乎悲从中来。我站在山上面我就暗心里说，阿凤，对不起，不能不把你写死，因为不然就不好卖，总要起承转合嘛。可是写我父亲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些记录下来，因为我父亲是个很沉默的人。很沉默的人呢，基本上也没故事，就算有故事，他也不告诉我他也没留下那么多的明信片，这个那个那所以非常的空白我对他的理解。所以我刚听金老师说，很希望跟你父亲在那边德月楼什么，苏州德月楼德月楼吃个饭什么，我听了也是好感动这是我其中一个遗憾。在我父亲前年去世前年底，我就很遗憾没有好好在他晚年请他坐下来，然后吃个饭。与其说给他偿一个心愿吃好的喝好的，然后更重要是说，我很遗憾没有好好把他弄下来坐下来，然后问他以前的故事，我祖上的故事。结果我的家里的背景一片空白，这个是非常的遗憾。通常中国的父子总是这样的，不像美国的父子关系，好像他们特别的没有这辈分什么的。中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父子之间总是有一点，好像不像母子之间这么。现在不一样现在连母子也没有很好。他们年轻人有一句话说，中国的小孩都跟父亲不熟，跟妈妈不合，都是这样。以前我以为说跟妈妈会合结果不合，跟父亲不熟，跟妈妈不合，所以才有那么难听的什么断亲这个那个种种的说法。我的父亲也是，就是很普通。你现在想起来，其实他肯定有很多不普通，但是好像你一无所知。像你是翻过去的这个，我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我跟他也就是像家辉讲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讲的，而且父亲从来不大讲自己过去的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我看有一个回忆录，就是写石虎，就是一个澳门的画家嘛，石虎嘛，有一段也特别感动人，就是石虎这个人，他爸爸在的时候，他生活都很苦，也没出名。等最后的时候，石虎出了名了，变成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了，然后他最大的遗憾，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每年去上坟，他就会很难过，因为这个没办法交流，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这么好了，但是这个力气用不上，力气一点用不上，然后就看见坟地上有一只鸟，然后他讲完话以后，这只鸟就飞走了。他说这只鸟肯定是我爸爸。这个也写得好，这也不是他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文学精神作用。要的结尾。真是，你看他那幅画上不是也有一个鸟？你知道，他这个父亲又是个文人，他是我党这个地下工作者，他好像杀过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镇附近的小镇，他们当时不是抗日嘛，开始就把那个汉奸给杀了，除那个汉奸。他父亲写的这个记录就是什么在哪条街上有一个什么汉奸，然后什么提枪进去。打死之后就出去，然后呢，还为今天晚上这件事写一首什么五言律诗，这都5个字的文人，太神了，我觉得这个。对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的特征嘛，你也，当然，您父亲老实人这是可信的。我父亲，我刚说他一片空白，也有点冤枉他，他也跟我说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说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当过盗墓的
乱七八糟，然后又说他自己捡过垃圾，什么乱七八糟，也不知道真假啊。后来我看他跟我妈讲话也没有半句真话哈，让我觉得所以不太可信。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个美国作家一本回忆录哈，里面讲他父亲有一段让我非常动容的 ，Paul Auster 啊，奥斯特啊，他讲他父亲什么呢？他说从小看他父亲很风流，或是说很下流，反正就乱七八糟，跟不同的女性去酒吧喝酒哈，还给他小孩在旁边看着。他说他小时候当然很心里不舒服嘛，不安嘛，不靴嘛。后来他自己年纪越大，他隐隐约约明白，他父亲从里面获得乐趣是什么呢？获得乐趣是我喝了酒，那个女的在我旁边。我跟他讲不同的故事，那些故事是虚构的。我今天跟这个女的说，我以前其实别看我今天这样，我以前是个大老板啊，每个月赚3000万的，乱讲的。可是我从我虚构里面有个听众，他可能收钱嘛，坐在那边陪酒嘛，我就获得我的满足感，我好像就过了一个跟我现在那么窝囊的生活不一样的生命啊。然后第二天又去喝酒，对，第二天去喝酒，又跟他讲，我以前是个盗墓的，我开枪打死了10个人，这个，很过瘾啊，这样，很凄凉的故事。对，那个作家是说他体会到他父亲悲哀的一面，他的生命可能是非常空白、苍白、贫乏的，他只能用这种别人看来就是道德批判，下楼整天喝酒、嫖赌饮吹，他只能在这个虚构里面。享受它不存在的人生哈，所以有时候算吧，就算我父亲是编的，我也当真来听嘛。